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三番两次被开油，李沁32岁仍未婚，男婚女嫁成了父母的心病。你可能想象不到，去年的虎扑论坛上，李沁被选为了虎扑女神冠军，这个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很意外。毕竟，以往的女神冠军，要么像邱淑贞那样野性性感，要么是像高圆圆那样端庄大气，或者像贾静雯那样颜值绝佳，再或者像刘亦菲那样仙气十足。想不通直男们都看上了李沁的什么？是她的皮香清透鲜艳，还是气质知性大方，亦或是她的笑容甜美、温柔可人呢？而拥有较高人气的杨幂、张雨绮等女星，反倒是成了路人甲，丝毫不受直男们的待见。那么，相比于他们来说，李沁究竟胜在了哪里？她怎么就能接班高圆圆，成了新一代的虎扑女神呢？还有，已经32岁的李沁，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年，为何还一直保持着单身？她在追求什么？2001年，11岁的李沁受家乡戏曲文化的影响，成了江苏昆山石碑中心小学戏曲兴趣班的一名学员，开始系统的学习戏曲的基本知识。一开始，他妈妈还担心会影响到他的学习，但李沁却向妈妈保证，唱好戏曲的同时，绝对不会落下一丁点的功课。事实上，李沁说到做到，从小学到初中，他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处于中上等的水平，而他学习的昆曲同样唱得有模有样。2年后，13岁的李沁想小试身手，检验一下自己的昆曲水平，于是就报名参加了苏外之夜的戏曲比赛。经过层层选拔，李沁过5关斩6将，最终拿到了第7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的金奖。能说会唱，文化成绩好，人长得也够水灵，李沁渐渐地在当地便有了名气，且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。小小的成绩给了李沁继续学习昆曲的底气，在他的刻苦努力下，李沁在14岁那年就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，主攻昆曲专业。在上戏期间，李沁表现优异，最终被选进了昆舞班。这个班不得了，是上戏最有名气的一个班。凡是能被选进这个班的学生，那基本上都是前途无量的孩子。要知道，这个班是每10年招生一次，学生一学就是10年，而李沁就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。学习期间，李沁因为形象好、气质佳，很快就被院长所看中，并把她选定为学校的第5代杜丽娘。同时，她也是上戏30年以来难得一遇的闺门旦，犹如《梁祝》中的祝英台，《西厢记》中的莺莺。说白了就是，李沁未来10年将会是学院里重点培养的对象，也是昆曲传承的重点培养人才。但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仅仅才学了4年的李沁，就被影视圈内的一位大咖给盯上了，从此李沁的命运也随之而改变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影视圈内有名的金牌制作人李小婉。李小婉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她不仅仅是圈内有名的金牌制作人，还是荣信达影视公司的大老板，很会挖掘和培养新人。比如陈坤、周迅、杨幂、张静初、黄觉等影视明星，都是李小婉一手捧出来的当红影视明星。尤其是周迅和杨幂，更是圈内有名的顶流大咖。除此之外，李小婉在圈内还有一个很好的闺蜜李少红，她俩之间的友谊在圈内一直被传为佳话。这些年来，两人一起并肩作战，相继制作出了《雷雨大明宫词》《橘子红了》《人间四月天门》等影视剧。2007年，李小婉和李少红想搞个大事，翻拍新版的《红楼梦》，并开始四处物色剧中的角色人选。蒋梦婕、杨洋、杨幂、姚笛、赵丽颖等演员都选定了，
但唯独成年的薛宝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等到剧组来到上海戏剧学院选人时，李少红一眼就看中了气质绝佳的李沁，但可惜的是，学校并不放人。李少红没办法，只好找到了好闺蜜李小婉。李小婉二话不说，买了张机票就飞到了上海，但学校领导依然不放。毕竟李沁可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对象，也是30年才出的这样一个闺门旦。但李小婉是谁？那可是圈内有名的金牌制作人，她认准的事几乎没有办不成的。随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李小婉三顾茅庐，并找到李沁的父母，最终说服了学校的领导，很不情愿地放了李沁。到了《红楼梦》剧组后，李小婉找到李少红，上去就说：“赶紧让我看看李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，竟让我如此折腾。”当李沁出现在李小婉的面前时，只见她眼前一亮，顿感这小姑娘的确别有韵味，不同凡响。而李少红导演也说，李沁特别的薛宝钗，她平衡事物的感觉，让我觉得她出演薛宝钗特别的合适。至此，李沁开始接受为期2年的封闭式训练，并从此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爱上了演戏，并决定一走到底。对于李沁来说，这个转变实属纠结。一来他是非常喜欢昆曲，毕竟这玩意伴随了他整个学习生涯，甚至说已经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了。二来是学校培养了他这么多年，就这样离开了，于情于理都有点舍不得。但最终他还是被李小婉挖走了，从此戏曲界少了一个闺门旦，而影视圈多了一个赞美系美人袁纯的李沁。3. 当年李沁出演这个角色，遭受到了很多的非议，有人认为她应该出演林黛玉，而不是薛宝钗。毕竟原著中薛宝钗的外貌是丰美型的，而李沁的脸清冷沉静，具有迷惑性，给人一种轻衣的既视感。两者之间有距离感，但他俩也不是没有共同点。比如为人处事低调，有定力，而李沁的清冷气质也恰好与此相吻合。2010年，新版《红楼梦》如期上映，而毫无半点表演经验的李沁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并拿到了金南方年度最佳新人奖。与此同时，李沁也收获了爱情，她和剧中饰演贾宝玉的杨洋，在拍戏的过程中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，上演了甜蜜的姐弟恋。那时他俩无论是走到哪里，一起拍照时都是手拉着手，关系看上去很亲密。尤其是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那次，两人的亲密程度肉眼可见，小手拉大手的感觉更是满满的爱意。并且两人在第2年又一次搭档合作，拍摄了都市青春言情剧《花开半夏》，剧中他俩多次上演对手戏。好友谷志新还对他俩进行过调侃，称生孩子的事对杨说过没，并问他们这是什么情况。但奇怪的是，对于这段很美好的初恋感情，他俩并没有正面回应，并且还都不把这段绯闻当回事。之后两人似乎就再也没了交集，而李沁也开始在演艺事业上发力，靠着建党伟业中的杨开慧一角，获得了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提名。2013年，李沁的演艺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，相继出演了《璀璨人生》《千金归来》《如果我爱你》神奇4部影视剧。其中她在《璀璨人生》中饰演的向日葵女孩于飞，可爱温柔又善良坚强，演技也是可圈可点。这部剧播出后还取得了全国同时段电视剧收视第1的好成绩，而李沁也靠着这个人社圈了很多粉。在电视剧《千金归来》中，李沁同样表现不错，饰演的性格单纯却充满勇气和智慧的豪门千金沈长卿，很符合她的气质。但这个角色也让李沁受尽了磨难，那就是她和李易峰组合的 CP， 让她很是难堪。
李易峰多次对他揩油，其中最膈应的一场戏是，李易峰抱着李沁穷开心，但抱的过程中，这老哥很不老实，裤裆动作太过明显，有揩油之嫌。尤其是李易峰嫖娼被抓后，他抱着李沁这样上下颤抖时，更是会让人浮想联翩，陷入无限遐想。不过当年关于这两人，公司对他们也没少炒作。这部戏大火之后，公司抓住了机会，开始大肆宣传这对 CP， 并在这年，他俩的这个清风组合伴侣还被评为了2013年最佳荧幕情侣，并在戏外拍摄了很多的杂志封面。封面中的两人，眼神中充满着爱意，很像是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。但此时的李沁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李易峰会在多年后因 PC 被抓。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而李沁看到这个新闻后，估计心里也会很膈应。2014年，李沁趁热打铁，一年又拍了3部电视剧，并在出演《极品新娘》中和男演员金世佳传出了绯闻。两人多次被媒体拍到私下聚餐的画面，并且还在深夜被拍到同回一个小区，疑似已经住到了一起，过起了夫妻生活。那2年，两人合作完《极品新娘》后，还合作拍摄了《原来你还在这里》，且都是恋爱的戏份。圈里有个定律，一般男女主角爱情戏份演得多了，想不产生点感情都难，更何况他俩正处于荷尔蒙的爆发期。后来，他俩在毛里求斯旅游的时候，也又被网友偶遇到在一起，但即便这样，两人始终没有承认恋情。1年后，李沁挑战电视剧《白鹿原》中的田小娥一角，坦白说，这个角色和李沁的气质并不相符。田小娥一生坎坷悲情，但人却妩媚多情。尽管她住在破漏的窑洞里，裹着小脚，被遭老头子虐待，但她与长工的私情却让人看后欲罢不能。按照原著中的描述，李沁那纯净的眼神、纤细的身材，并不具备勾人欲望的条件，相反张雨绮才最正点。和张雨绮相比，李沁版本的田小娥丝毫没有风情的味道，并且还有一种摇摇欲坠的脆弱之感。张雨绮的田小娥能给人一种强烈的欲望，能让男人把持不住自己，并愿意心甘情愿地为她付出一切。而李沁的田小娥却恰恰相反，她演绎出来的柔弱感，有一种想让男人保护她的欲望。她越是狼狈，却越能激发人心中的怜惜。就像网友说的那样，李沁版本的田小娥快被她看哭了，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，让人心生怜悯。不过，正是靠着这种让人心生怜悯的劲儿，李沁靠着这个角色再一次火出了新高度，并且观众缘也不错。毕竟，很多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都很喜欢弱者的人设，而李沁恰好击中了很多观众的内心。2016年，李沁的事业开始向综艺节目发起攻击，靠着团队的运作，他成了综艺节目《我们相爱吧》的常驻嘉宾。这档炒作恋爱的真人秀节目，李沁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真爱，和演员魏大勋在节目中组成了一对情侣 CP。两人在节目中以情侣的身份做着相同的事情，一起旅游、约饭、逛街，并且彼此还相互制造惊喜，当然还有亲吻。或许是节目的炒作，或许是两人动了真爱，他们多次在水中一起拥抱、甜蜜接吻，并且李沁还是相当的配合。不过，魏老哥在这个过程中是相当的不老实，多次揩油李沁。比如李沁穿着泳装好好走路时，魏老哥竟然直接上手掀起李沁套在泳衣外面的薄纱裙，一顿猛操作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沁底下的无限春光，搞得李沁既尴尬又惊吓。到了水中，魏老哥依然不老实，主动向李沁献吻，献吻就献吻呗，关键是他嘴上的表情动作，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一个词：人不可貌相。蹦极的时候，
魏大勋也发挥了演员的角色，对着天空大喊：“李沁，我爱你！”但一旁的李沁脸部毫无表情，并且看上去还有点伤感。节目结束后，两人之间的炒作似乎也走到了尽头，此后的日常生活中再也没了交集。不过，李沁的烈焰之旅依然还在继续，但同时他也再一次遭到了另一位男神的揩油。接下来的2年，李沁的事业全面开花，影视剧、综艺、唱歌等都有参与，赚得盆满钵满不说，他还在2017年首次入选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，排名第100位，并且当年大热的电视剧《楚乔传》《如懿传》《庆余年》中都有李沁的身影，尤其是他在《楚乔传》中饰演的为爱疯魔的袁纯，更是令人印象深刻。但奇怪的是，赵丽颖靠着这些剧能够大火，而李沁尽管演技可圈可点，也没有黑料爆出，但就是不温不火。况且他的每一次绯闻的传出，都是结合着他出演的作品或节目，一旦节目结束，他的绯闻也跟着烟消云散，毫不留恋。他和肖战之间也是如此。李沁和肖战合作的作品不少，在肖战爆红前后，两人合作了《狼殿下诛仙》《庆余年》3部戏。拍戏的过程中，俊男静女之间总会产生点化学反应，难免会有亲密互动的瞬间，而李沁也再一次成了肖战的绯闻女友。这期间，两人还私下里一起去过滑雪场滑雪，并在一起过了圣诞节。还有爆料说，肖战还带着李沁回到老家见了父母，而且肖战父母对李沁很是满意，并希望儿子早日把她娶进门。但随着肖战当年的大火，这哥们可能是怕恋情会影响到自己的演艺事业，他很快就否定了这段绯闻，并和李沁划清了界限。而李沁依然在那里，没有否认，也没有给予回应，但肖战的做法令他心寒，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。2021年，依然单身的李沁参加了快本的录制节目，并和王大陆重演了一遍电视剧《狼殿下》中的一个亲密片段。这本是个综艺节目，节目组要求他俩即兴表演一段戏，内容是寒冷天气下的情侣。表演时，王大陆有点过分卖力，只见他从后边双手抱着李沁，头靠在他肩膀上，还用手不断在李沁的手臂上摩擦。这一顿操作下来，不仅让部分网友表示感觉到生理不适，就连现场的主持人都有点看不过去。这样的王大陆实在是油腻过头，有揩油李沁的嫌疑，并且李沁很一时地用手臂护住自己的胸部，生怕他再做出更过分的动作。好在维嘉上前解围，称奶茶店不是泰坦尼克号，引得观众大笑，这才化解了李沁的尴尬。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后，已经32岁的李沁依然孤身一人，和这么多男艺人虽然绯闻不断，但大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都没有了下文。为此，李沁的父母很是替他着急，私下里他们也会发动身边的亲友给李沁介绍对象，但几乎都不合适。其实，李沁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，她对另一半的要求并不是很高，只要年龄合适、身高合适、善良踏实、孝敬父母就够了。但即便这样，在茫茫人海中能够找到一个心疼她的爱人，并不是很容易。不过李沁似乎并不是很着急，每次父母催婚时，李沁都以工作忙为由来打发父母，但她越是这样，李父李母越是不淡定。事实上，事业大好的李沁也的确很忙。前段时间她的新剧《请君》上线了，李沁饰演剧中的女1号。这部剧开播了15天后，就连续11天热度第一。剧中的滤镜不夸张，服装道具也挺认真，特效也很符合奇幻剧的设定。李沁饰演的女主不但搞笑，还邪魅一笑，大放厥词，我想劫个色。整部剧下来，李沁演绎得很油腻，有点女版东八区张翰的味道，
不知道是这姐姐真想男人了，还是她大姐大的人设需要。不过，已经32岁的李沁也该成个家了，事业不应该成为婚恋的障碍，不为别的，至少不该让男婚女嫁成为父母的心病吧。